他们打个看看。看仔细了啊，合上吧。走走。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是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种子呀，这是。东家，您这可犯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。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。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。万分感谢，可是这事儿，哎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，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。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。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，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。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，其二。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
者，放我杀你们了啊！祖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？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，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7进7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请。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。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。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犯私盐这事，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算数。给你爹磕个头。当年他进京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你弟弟还在我肚子里，他就这样一去不复返。有人说他还活着，有人说他病死了，
您还一直记挂着他。倒是怨他还活着。他活着，哪怕不回来了，我也高兴。总比现在死不死活不活的要好些。那我磕头吧。我知道你爹这个人，他只要还有一口气，他就是爬也会爬回来的。我呀，就当他已经死了。那个时候，有人到金宋茶，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长得极像你爹的人，便开口喊了他，你爹答应了，还回了头，但接着矢口否认。村里的人哪肯罢休啊？拉着他的衣袖，拉拉扯扯的，来到了一个算命摊面前。那人借了一支笔，写了一张纸，让他带回来。村里的人不认识字，接纸的时候，那人借机跑了，他就把他带回来了。好字啊！人生竹上花，光灭巧言镜。春风绕树头，日雨化宫镜。只知雨露滩，不闻零落尽。娘啊，这白先生看了这首诗，说是鬼诗。鬼诗？人生竹上花，光灭巧言镜，那不是鬼，是什么？白先生看了这首诗，他对我说：“他说嫂子啊，我着了，这人他死了。”我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。你知道了又有何用？你爹跟你都没有读书做官的命，他死了，你去了，我们母子分离了那么多年，要我说，我们平平安安的在家种茶最好。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我娘又训我了，我心里好乱呢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没。哎呀，不，那这次无论如何呢，你一定要帮我拿个主意。你就说吧，我这个官儿是当还是不当？你也不是什么官迷，当不当的，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就是不清楚，我才问你的嘛。让我抱抱。哎，你别过来。哎呀，抱一下。哎呦，媳妇儿啊，我好累啊。你看，体检过你了。各位大哥，有话好商量啊，别伤害我家人。古大老爷，
我们是过来给你贺喜的，怕什么呀？原来是苏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让你的人把刀给我撤了。要是伤着我家人，别怪我姓古的脾气不好。哟，还真是恩爱啊！给你带了一位故人，不知道你肯不肯见？故人？哪里的故人啊？一梅，白一梅，顾大哥，常家妹子得罪了，我给你们赔礼。一梅啊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求你救救我几千个兄弟，他们都是我先父的兄弟。如果你能施以援手，我愿生生世世结草衔环以报。苏小姐多厉害呀，你求她呀。她若都帮不了，那我也帮不了。你再说了，几千个兄弟，你哪来的几千个兄弟啊？老九送到你工地上的几千战俘，过去跟李成将军是生死之交，南京失守后被俘。老九养着他们，怕浪费粮食，杀了怕误意，怕将来史书上记他一笔杀俘。这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吃亏？这些兄弟见完海棠以后，就再无用处了。九帅非杀了他们不可，将来他便推说到你的工地上去。这些兄弟不能这样死，将来我到地下也没办法这样去见他。是，你不能这样见他。我且不说那几千个人能不能救出来，就算真的救出来了，你搁哪儿安置啊？难不成你想当土皇帝，想造反呢？这些人怎么送出去无需你管，你要做的就是把人救出来。你苏小姐神通广大，你来教教我要怎么救啊？2个火器营啊，多少把西洋火枪，眼睛都不眨的盯着那几千个人。我赤手空拳，我手无寸铁啊！我又不是孙悟空，我会变法术啊！媳妇儿，你看我像孙悟空吗？你像种茶的。常家妹子，我不能坐看这些兄弟就这么活活被折磨死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我也请你帮我。哎，你起来。白小姐，你说的那几千兄弟，真的会死吗？真的会死，他们都是李成的旧部，他们当兵之前，也都是些农民，都是些商贩。那这不就是普通的百姓吗？对呀。那我……好了，别聊了啊。一梅啊，这个忙咱们实在是帮不了，见谅，帮不了啊。我们话还没说完呢。我租了个船，想把他们接走，送还家乡。你苏小姐有这么好心，你把这些人送还家乡，怕不是到了别的地方又集合在一起起义造反吧？到时候朝廷追究下来，我被人刨了祖坟都不知道了。咱变戏法的不能蛮敲锣的，只要你能让这些人上船，我妥善安排一切。愿意耕田的耕田，愿意做生意的给本金。这场战争死的人已经够多的了。要在2个火器营的面前啊，救出几千个人，还不被他老九逮住任何把柄，简直不可能嘛！这些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吗？自然知道。苏小姐花钱救人是一举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现在，战俘知道自己要被杀，中途闹僵起来，咱也是掉脑的罪过。我看，你非去不可。常家妹子，说的在理。还是古夫人见得明白啊。
你快站起来，别跪着了。谢谢。来，兄弟，砍我一刀，头疼的厉害。